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什么叫做生存者谬误，也被称之为 survival bias。那在这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名且经典的例子。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敌方的防守攻势下面，英国失去了非常多的飞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英国就想说，他们要在飞机上面加强装甲。那理所当然的，不能在整个飞机上面都加强装甲，因为这样子会使得飞机太过于笨重且不利于飞行。那工程师们呢，就决定统计那些所有飞回来的飞机，并且记录下来那些被击中的特定区域。他们想说，在这些特定区域上面加强装甲，应该就可以使得这些飞机更能被保护，而且不被坠毁。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且错误的结论，因为那些他们所观察到的、所看到的飞机，都是那些成功飞回来的。而那些他们没有观察到的、没有看到的飞机，都是那些没有办法成功飞回来，而且是被击中且需要被保护的飞机。那既然这些飞机没有办法成功飞回来，要如何知道他们被击中哪些区域呢？其实我们可以假设，那些飞机在天空上飞行的时候呢，被击中区域都是随机的，而那些成功的飞机可以成功飞回来，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击中致命的区域，而可以推论出来，那些没有被击中的区域则是致命的，且需要被保护、需要被加强装甲的。而以上这个例子呢，这种只观察特定群组样本，而没有观察到整个样本的这种方法，会导出一种错误的结论，也就称之为生存者谬误。更生活上的例子呢，像贾伯斯、比尔盖茨这些从大学退学却变得如此成功的例子呢，给了许多年轻人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大学学品并不重要，只要你有热情、野心，就可以把一件事情给做好。但事实上呢，这种结论呢，却排除了那些一样从大学退学却没有如此成功的例子。事实上，如果你好好的观察整个样本，可以看到拿到大学学评且成功的例子远远多于那些从大学退学却成功的例子。或许你想说，这只是简单的取样错而已啊，但我想要跟你说的是，这种错误我们都知道，也都理解，但是我们却会无形的在生活中犯下这种错误。几个月前，我还没有看到生存者谬误这个名词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个影片，就像千万个成功学影片一样，它叫我们不要放弃，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像那些很多成功的人一样，好好的努力，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些成功的人，他们是如何成功的，他们会跟你说，因为他们很努力，他们不放弃，他们喜欢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有热情有野心。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那些千万个失败的人，也一样和他有努力有热情有野心，喜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没有如此成功。常常在讨论生存者谬误的时候，讲到这个例子，很多人都会变成在讨论怎么样才会成功，是因为运气还是努力，还是两者都要有。但其实这些都不在于讨论生存者谬误的范围以内。但这其实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那就是如果你努力的话，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努力，就很难成功。就像柯文哲讲的，成功是例外，失败是常态。如果你连尝试都没有，如果你连努力都没有，那你要有那个例外都很难。当很多人都在纠结于怎么样才会成功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这个生存者谬误的一个中心的这个思想里面。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呢，我们要学习着去观察整个样本，而不是一些特定的样本。那这样子呢，就像刚才的例子一样，如果我们只观察那些成功的人的特质，而不去观察那些失败的人的特质，我们会导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就像是从大学退学就可以比较成功这种结论一样。当在练习这种思想的方法之后呢，可以让自己的讲话更有逻辑，自己的思想更有逻辑，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甚至是决策。那今天生存者谬误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